我被关在降妖堂的时候，曾将一片施了破云诀的花瓣留给丹叔。我们道士可以以此破开降妖堂大门的法阵。丹叔如今还在其中，我们稍作休息以后，速速回到凌霄派救人。我正有此意。好，一起去。我虽然已经不是凌霄派的人了，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门名声受损。开门的阵法换了。以为有人会来救你吗？他们进不来的。那小花妖走了以后，一定放心不下你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死了，这一切证据便湮灭无形了。降妖堂的法阵10几年来未曾更换过，若是防你们救人，换与不换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他要针对之人，是我。若苍红心中没鬼的话，他又何必多此一举？还好你给了丹蜀花瓣，不然这法阵该如何破呢？这夜兰山的靠山，靠得还挺熟练嘛。丹叔，我们走。丹叔，还好他只是晕了，没有伤到妖灵。掌门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逆途去而复返，是想明白了，想重回山门吗？看在你主动带回2只炼丹的好材料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，乃是邪术，但也是修仙炼道的最快法门，不是吗？妖在人间，为非作歹，本就该死。若是能助我增长功力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妖元，假以时日，我定能成为凌霄派飞升天界的第1人。原来凌霄派上下都只是你收集妖元的工具，你就不怕我将你做的事都昭告天下？到底是师徒啊！这句话唐江也说过。不过很快，你就会和他一样，再也无法开口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师父发现了你的恶行，你便将那残忍的杀害嫁祸给了妖，对吗？是又如何？当初事发突然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也算是天助我也，让我能借此将你培养成我最得意的作品。你越是憎恨妖，便越能为我出力。说起来，这些年来，多亏了你。唐江对妖最是心慈手软，要是看到你这些年对妖赶尽杀绝的样子，定会是失望懊悔吧。不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绝对不可能。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飞升？
别做梦了。当你踏上9重天的第一步，便会被送上天刑台，灰飞烟灭都不足以治你的罪。3界之内，江州为尊，区区小妖也敢妄议天界？强者，你又对天界有多少了解呢？就凭你的法门，也不会有机会了解了。你现在主动承认，绝不是因为突然良心发现吧？聪明至此，都让我有些不忍心杀你了。不好，他刚刚都是在等妖力吸收。从你们踏进这里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不会活着出去。真没想到，这丹药的力量还挺强。你现在知道欺负妖的后果了吧？要不是顾及被关着的小妖，早把你这凌霄派给拆了。你现在的修为比白天强出数倍，就算吃了妖元，你的实力也不该如此。恐怕这份力量不完全来自于你本身吧？银丹，丹属先交给你了。好。在那边，妖孽在那边，追！快！唐周，你叛离师门还敢回来？你解了镇妖链，如此只为化去他的妖力。掌门，掌门身上怎会有这么多妖气？他之前一直利用你们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。见阴谋败露之后，他不惜吞下数百妖元，以致妖气纵横。唯有以此链锁住，否则数百里外生灵涂炭。
唐周，你为何给我下毒？该抓的人是唐周，他与妖勾结，妄图偷袭我牌，被我发现，这才下毒诬陷。他知我平生最恨妖邪，故意用妖毒羞辱于我，何其歹毒啊！昔日你曾教导我们，降妖堂是教化恶妖之所，杀妖制服理所应当。降妖堂就在那边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，看看那些妖力微末的小妖，他们所受之伤，便知道谁在说谎了。不要再妖言惑众！如果我真的杀妖炼丹，那降妖堂里必有痕迹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进去一探便知啊！苍红，你以为你把炼丹炉炸了就能毁灭所有的证据吗？就算你机关算尽，但你忘了，你是用火灵炼丹，哪怕只剩一点火星，它也会飘向自己的主人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苍红愧对凌霄派先祖，愧对唐江，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。唐周，看在这些年我对你的养育之恩，不要杀我！小心！10年辛苦毁于一旦，唐周，我要杀了你！苍红杀妖无数，却死在降妖堂前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掌门死了，镇妖链断了，凌霄派完了。唐周，唐周，燕丹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。可只有让你离开延续天宫，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，日后便再不会受伤、难过了。云墨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慌，急什么？颜淡不知为何被扣上了毒害长师的罪名，应元帝君把他关进了天牢，我们得赶快去救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云墨哥哥，云墨哥哥，
雨墨哥哥，雨墨哥哥，你为何突然要破这结界啊？你不知道，颜淡被关进天牢了。可是这结界与我仙灵相通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，唯有我却不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尽快把颜淡救出来。雨墨哥哥，颜淡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。我现在就去找元帅，给你破了这结界。不可，我对元帅一定不会答应你的。我也不可能丢下颜淡不管，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把他给救出来。陆明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在这儿过得可好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颜淡，你现在必须将真相如实告诉帝君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下毒一事，我绝不会相信是你做的。整个天界除了你，唯有芷心是四叶憨的。你现在是不是为了保护他，才缄口不言的？芷心与你是骨肉至亲，他却这样对你，你不去我去，我现在就去跟帝君说个清楚。不可！若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便不可以这样做。为什么？我与姐姐已经把话说开了，她有心魔苦衷，她的心魔便是我。这100年来，她一直活在我的阴影当中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她还是护了我100年。尽管如此，她也不能害你啊！恩情与辜负已经相抵消了。总之，你别再去为难她了。若是姐姐能够摆脱她的心魔，我愿意离开。总之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她都是我的姐姐。离开？你难道真的不想活了？怎么可能啊！应渊君已经答应我了，说他会保住我的性命，放我去凡间逍遥自在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都没有想到，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我以前一直都在想，凡间一定很美妙，想下去看看，没想到这次便可以目睹它的风采了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此次去凡间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不如你带上雨墨吧，应渊帝君太遥不可及了，所以你考虑考虑，和雨墨在一起。你不是也很喜欢这个朋友吗？哎，你别乱点鸳鸯谱好不好？于墨可是我亲手喂大的小黑鱼，他叫我一声老母亲都不为过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承担，不要牵扯到别人。总之，我去意已决，你别再劝我了。若是你不怪我任性，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替我守护应元君吧。果然有护灵丹的气味。
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子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。帝君，小仙乃是藏法阁的小仙使，今日误入此地，并非有意讨扰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，这出戏可热闹了。应元君听完，心中的郁结也可消除一二。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是天善殿刚做的桂花糕，很好吃的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无妄之火？火毒一旦发作，便会无法自控的伤人。你放我离蜀，不仅救不了我，还会伤了你自己。荼毒3界，你还不快走！应元君，走！不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不走！走啊！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人未休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看淡再开人厮守。狗蛋，也只有他能起得出这种名字，也只有他会这么傻的陪在我身边。邯郸花瓣，可压心魔，焚尽流色，欲火生香。应元君，莲池就在那边，里面的莲花都已经开了。应元君不用眼睛，一样可以看得见。你
这四季，我望着你的身影。原来，轻轻的岁月如星这一切都是你编织的谎言。狂澜与云霓，纷纷经过了天地。短暂的失去不许提，只剩你眼里，我该如何走向你？这场路，回忆谋少一起，我会再次相依，无论醒或不醒，空中人世换黎明。记忆就像是一片海，在这过去抹着未来。过来，心摊开，以蔚蓝尽拥。英英姐，你看这莲花都开了。之前你不是说了吗？等你眼睛好了以后，便和我一起赏花，你不许食言。你想不想看我们花界的星星？我变给你。好。做一夜酒精，安然尘封每个你。来啊，来！童真的惬意，印度难表的情意。相逢不惋惜，我努力。寻日月轨迹，我该如何守护你？在几次，依然选择薄命。我穿没有秘密，叫人好生聆听。一盏长灯，万事起。你怎么这么傻？竟为这般无谓的谎言，不惜焚烧自己的真身。小梦蝶残景，虽能带人入梦，却唯有感知真爱，方可破茧成蝶。那晚，燕丹进入了我的梦中，与我共度一生的人，不是美梦所化，而是燕丹的真身。带着秘密而来。哎，现在大家都是伙伴了，你天天拿那个布里锁拴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你不如帮我给他卸了，也算是博一个合作的彩头嘛。来嘛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以证你的诚心。法术已除，这个镯子就留给你做纪念吧。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！我自由了！这种感觉太好了，我再也不用担心晚上睡觉被撞，白天被挡，而且也不用时时刻刻在唐昭面前啦。结了这法术也好，这样于公子心里应当好受一些。于墨，他怎么了？这几日来，你与唐公子走得近，我见于公子常常独自行走，凝望着你，神色甚是寂寥，大概是觉得受了冷落。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
最近他的情绪郁郁寡欢，我每每关心的时候，他都说没事儿，而且他不承认他喜欢将臣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做是故意为了让我不再担心，还是另有隐情。爱别离之苦，我曾经历过。毕竟他是你的山主，自然不愿意在你面前展露脆弱的一面。但是他不说，不代表真的没事，否则如何解释他的失落？既然你们关系要好，你应当多陪陪他，别让他觉得寒心了。你说的有理，我绝对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妖怪。哎，不如明日我将唐州公子约出，方便你们与公子单独相处，你好好开解开解他。受山主大人照拂这么久，现在是我严旦该报恩的时候了。莫伤悲，莫气馁。大好风光在明日。店中小二说，楼上有人寻我。公子见是我邀请，可是失望了。找我何事？生得偶然间得到一副未解棋局，久思未果，想请教公子一番。我不通艺术。怎会不通？不知为何，我每次看到棋盘，或生学艺之念，就会惊慌烦躁，痛心难忍。你曾经说过，你可以看到过往。那么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为何我每次在梦中看到一位女子在我面前跳桥，梦里我看不清她的容貌，而我每次醒来，我就会自责痛楚。那可是我以前亏欠之人。你竟还记得他？从卜算之象看来，此女子是公子的劫难，并非正缘。公子过往便是受此女所骗，负恨而死，因而现在才会发梦警戒，莫要再亲近于他。若是劫难，那他跳桥我定会心生快意，为何我也会跟着一起痛呢？年轻，你来啦！白日在我的房间，你用了很多笔墨，写了那些美好的词语，是为了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些是我给你做的天灯。近来我看你心绪郁结，要是我对你不管不问的话，未免也太不仗义了吧？
我听闻，凡人如果有烦恼的话，他们会把烦恼写在天灯上，然后放出去，这样烦恼就一并消失了。要不要试一试？来，你写一面，我写一面。写完了吗？那我点灯啦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我想看看你写的是什么。哎，不行。小气，还不让看了？想看我写什么之前，我得先看看你的。哎。啊？你随便看，我什么都没写。因为我刚刚想了想，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烦恼。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夜阑珊，我都觉得我过得挺快活自在的。纵然生活中有什么困难，那我觉得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不想忘记所有的感觉，我想记住每时每刻。既然我已经说了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了吧？好，我写的是，今日你给我送的食盒太难吃了，我一点都不敢动。而且希望你的厨艺能够增长。就这儿？真没良心，那是我特意给你做的，好吧？前尘往事，不知是否应当坦诚告知。也许只有我瞒着你，你才会一直这般快乐。咱们一起把它放飞吧。好。我再去拿别的。你说这些天灯在天上飞着，会经历怎样的旅途，看到怎样的风景，还真是羡慕。想去看看吗？嗯。既然公子不通艺术，那圣德便为你弹奏一曲，怡情解闷。圣。停步！前方是客栈，再向前定会被凡人察觉。有我在，不会有危险的。若是没玩够的话，我再带你去前面看看。不用了，刚刚天灯已经看得够多的了。本来今日想帮你排解心结，没想到又让你带我看了场天灯。无妨，做主公的自然要对莲卿宠爱有加。银娜，小心点儿。谢了。你们是一帮废物吗？救不回我父王，我要你们全部陪葬！请恕罪。欧轩，
父，为父大限已至，回天乏术，唯有一事要交代于你。你要尽快与赵兰成婚，掌握南海势力，以固统治。父王您放心，孩儿一定承您心愿，统领四海，延续东海龙族世代荣耀。父王！殿下，南海密探来报，南海龙王昭衍秘密离宫，说是要去寻找那97遗孤去了。赵兰，你竟然还在骗我！我父王刚死，你们就这么着急另攀他主吗？好，我就教教你们，谁才是真正的龙尊。骑兵去南海迎亲。你这个是不是作弊了？哎，我严某人可是赌技超一流，爷来山头号圣手，愿赌服输好不好？你跟盛德就在这儿生活，我跟云墨去找吃的，吃完赶紧赶路。严大姑娘和于公子的感情真好，一刻也不愿意分离。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对于墨那是忠心耿耿的主仆之情，是不是？于墨公子好生自在，可是四海即将因你而起浩劫吗？来者不善。来者何人？应元帝君竟然没死，天界称他云神仙士，难道是另有隐情？先审丽娜，不得无礼。仙神？谁呀？他呀？他是仙神？哇，盛德，你果然没有撒谎，你真的是大罗神仙啊你！行啊你！之前都有得罪啊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